小尺寸手機等於功能差、效能差、拍照更差，那你應該看看 vivo X300。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旗艦手機為了讓功能、效能與拍照更強，必須塞入更多強大的零件，往往也會讓手機的尺寸不會太小。當然，大尺寸手機目前還是市場主流，畢竟螢幕大，在操作跟螢幕觀賞體驗一定會更好。但還是有不少朋友更喜歡小尺寸手機，難道他們只能用中階機嗎？其實，在2024年Apple 跟 vivo 就做了很好的示範，就像是 iPhone 16 Pro， 除了電池容量比較小以外呢，其他規格幾乎都跟大尺寸旗艦 iPhone 16 Pro Max 相同。而 vivo 去年也推出X200 Pro Mini， 也搭載了近乎 X200 Pro 的規格哦。那今年 vivo 做得更加清楚哦，將原本應該命名為 X300 Pro Mini 的版本，直接重新命名為 X300 的標準版。那原本的 X200 的標準版呢，就已經被拿掉了，所以就等於是 X300 的標準版取代 X200 Pro Mini 的意思哦。那規格上也非常接近 X300 Pro。那可能你會說，不對啊 ，X300 Pro 明明就有2億像素潛望長焦 ，X300 就沒有啊？沒錯，但 X300 也沒有省一下 HPB 這顆2億像素感光元件，只是放進了主鏡頭。原因就在為了讓小尺寸的外觀可以更平衡一點，鏡頭模組可以不要那麼厚所做的妥協哦。那麼 X300 標準版拍照就沒有旗艦水準了嗎？這一集我們就直接實拍來驗證，那我們就開始吧。先分享 X300 標準版鏡頭配置給大家，請大家直接看規格表。其實規格中與 X300 Pro 不同之處就在於長焦鏡頭還有主鏡頭。那 X300 把 HPB 這顆強大的感光元件放在主鏡頭，而長焦用上 LYT602。那應該有朋友會問，既然你都用上了 HPB 2億像素感光元件，為什麼不直接放在潛望長焦呢？這時候我們就要從外形看起。X300 標準版鏡頭模組厚度大概是在 3.2mm， 而 X300 Pro 的模組厚度大概是 6.8mm， 厚非常多哦。如果 vivo X300 真的把 HPB 感光元件放在潛望長焦，那等同於要把300 Pro 的鏡頭模組直接搬到 X300 的小機身上，不止厚度比例看起來很奇怪，模組也幾乎占掉機身背部一半的空間哦，在美學上真的很難以被接受哦。但 X300 標準版的鏡頭規格跟 iPhone 17 Pro 比起來就絲毫不遜色了。X300 的主鏡頭雖然感光元件沒有 iPhone 17 Pro 大，但 HPB 的實力還是非常的強大，應該是不會輸啦。而潛望長焦部分，感光元件就比 iPhone 17 Pro 更大了。所以這樣究竟是不是旗艦級的拍照呢？我們直接看照片比較快。先從超廣角鏡頭看起，雖然還是用上已經用很久的 ZN-1 感光元件，但其實表現還不錯。日拍無論是順光或逆光，細節都有不錯的表現，色彩也不會過於濃郁。在暗部拉亮 HDR 的效果，這是跟以往一樣，都有非常好的表現。那夜拍部分同樣也是 HDR 的表現最讓人滿意。即使在畫面明暗對比非常強大的情況底下，但依然還是可以顯現出暗部的樣貌。在非常亮的光線底下，還是可以看出亮部的細節。雖然超廣角感光元件真的不是很大，但在 X300 的演算處理下，我覺得還是能跟人眼看到的畫面真實還原哦。那主鏡頭用上的就是2億像素 HPB 感光元件，在長焦的表現是非常好的哦。那在主鏡頭表現也會一樣好嗎？色彩表現上跟超廣角非常的接近啊，日拍無論在1倍或是2倍，細緻度上都超級好。同樣在 HDR 表現都非常的優異。夜拍部分強光抑制一樣有着優秀的表現哦，1倍的細緻度自然不在話下，色彩光影也都有漂亮的表現。2倍雖然在過暗的場景會有一點點沒有那麼銳利啊，這應該是感光元件大小的關係啊，但在絕大部分的場景都可以跟1倍有着幾乎同樣的表現了。整體來說，超廣角跟主鏡頭幾乎在所有的場景底下都有不錯的表現。當然，1.4寸的感光元件，我說的是主鏡頭這一顆 HPB 哦，它把它用在主鏡頭的話，我覺得硬要挑毛病的話，還是有一點點遺憾啦，就是感光元件稍微小一點的遺憾。所以 X300 Ultra 的主鏡頭跟長焦鏡頭真的都要用上 HPB 的話，
我覺得主鏡頭的演算法可能還要再加強一些，不然就是要用上 S25 Ultra 那一顆1.3寸的 HP2， 甚至是1.22寸的 HP1， 會更適合當做主鏡頭。接着來聊長焦鏡頭，先從3倍的光學焦距看起。日拍跟夜拍的表現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色調跟其他2顆鏡頭也非常接近，細緻度表現也都很好哦。不過夜拍時如果直接面對強光，部分角度會有一些耀光產生，拍照時可能要避一下。那6倍焦距部分，日拍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細節跟銳利度都還不錯啊。夜拍的部分就稍稍鬆散一點，但在不刻意放大的情況底下，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哦。那在10倍部分，這時候 AI 介入就比較深一點。部分場景的表現並不會比6倍的差哦，我覺得在10倍日夜拍都算是可以用的程度哦。不過在20倍之後 ，AI 的繪圖感就非常的明顯了，容易發現有塗抹的感覺。表現上我當然覺得不可能像是 X300 Pro 那麼好，畫質也明顯感覺到有些鬆散哦。但是如果你要拍花草或是鳥類，我覺得還是非常可以哦，因為 X300 系列在數位長焦上有針對花鳥還有草啊，進行了 AI 加強，所以會生成出更自然的照片。所以長焦部分，我覺得6倍甚至10倍都還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但超過之後呢，就自己要斟酌一下啊，是要拍攝作品呢，或是純粹記錄使用哦。那這邊要補充說明一下。如果我有提到照片品質是可以接受範圍，就表示發社群媒體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前在 X300 Pro 的評測時就提到啊，這次長焦抓拍能力真的非常好，沒想到 X300 表現也是一樣好，直接在光線相對較弱的雨中抓拍啊，不止人像抓得超清晰啊，而且連雨絲都可以抓得住哦。那人像部分當然是 Vivo 的強項啦。X300 支援5大黃金焦段，從23mm 到100mm 涵蓋生活記錄到特寫全方位需求啊。重點是 Vivo 特別強調的80%真實、20%潤色的影像哲學，這是在拍人像時特別有感覺哦。皮膚的膚質自然不假掰啊，毛孔髮絲都保留得很好。這是搭配上更多的濾鏡，除了可以搭配補光燈使用的撕拉片還有 CCD 風格以外，還有非常多不一樣的濾鏡，甚至你也可以自定濾鏡，可以拍出更有風格的照片。長焦微距部分同樣在 X300 上也有保留，最高可以到20倍，也就是460mm 左右。而且經過 AI 的強化，在20倍的細節也能借由 AI 還原的非常真實。再來聊聊錄影 ，vivo X300 在錄影功能上也非常的好用，全焦段支援 4K 60fps， 搭配自家的 V3 Plus 影像晶片，3顆鏡頭在日夜拍都可以呈現非常好的效果。就先讓大家看一下實拍的效果。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我覺得小尺寸手機用來手持錄影真的非常好用，手持也會更輕鬆啦。那 X300 呢，還有支援 4K 60fps 的人像錄影，也可以搭配許多的濾鏡拍攝，在模擬前景深的效果非常的自然。另外 ，X300 還支援舞台模式 Log 錄影、4K 120fps 杜比世界的錄影功能，這部分我就沒有實際測試啊，留給大家之後慢慢玩。但可以知道的是啊，基本錄影能力上完全沒有問題。最後分享效能與規格 ，vivo X300 採用聯發科技天璣9500處理器，搭配自家 V3 Plus 影像晶片。雖然不會是目前跑分最高的手機啊，但根據實測，安拓的跑分能夠跑到332萬分以上 ，Geekbench 6單核3322分，那多核是9848分，的確就是旗艦等級手機才能達到的分數。它還內建6040毫安時的大容量電池，
這在6.31寸的小手機裡面真的非常少見。那配合90瓦的快充，還有40瓦的無線充電呢，從續航到充電速度都屬於頂尖的水準，完全沒有因為小機身就妥協電力哦。整體而言 ，vivo X300完全打破小尺寸就不能旗艦的迷思，從主鏡頭到拍攝品質、長焦使用度，還有錄影表現與續航能力，全都展現出十足的誠意啊！它不是一台為了縮小而妥協的旗艦，而是把拍照跟日常使用體驗整合之後呢，放入一台更好握、更輕巧的手機。那如果你一直在等一台不犧牲體驗的小手機，我覺得 vivo X300 絕对值得你嘗試哦。以上就是 vivo X300 標準版實車體驗，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節目，希望大家也會喜歡這次的內容。如果有任何建議或問題，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們下次見嘍，拜拜。